我相信呢，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美国街头那800万举着 No Kings 牌子的人，他们最终诉求是把特朗普赶出白宫。还有人觉得这不过是又一场越战式的反战游行。错了，把特朗普换成任何一个建制派的政客，这800万人的账单依然付不起。中东的导弹依然会飞，爱泼斯坦名单上的权贵依然会在华尔街和国会山上夜夜笙歌。今天呢，我们直接就把这个话挑明了吧。美国这场历史级社会危机的最优解，根本不是选票政治的无意义轮替，而是必须进行一次触及灵魂的结构性财富重分配。美国真正要学习的是中国正在推进的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模型。各位早上中午半夜企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武仁，感谢你的点赞关注，您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我们呢，先来看一组硬核数据。2026年3月28日，美国爆发了被称为 No Kings 3.0 的全国性抗议啊。这不是几个大城市的孤立事件，而是全美50个州超过3300个地点，预计800到900万人走上街头的系统性爆发。从纽约曼哈顿的第7大道到爱荷华州人口不到2000人的深红区德里格斯，抗议的烈度已经穿透了传统的党派基本盘。咱们把时间线往前推啊，就能看到这场大爆发的导火索是多线并行的。今年1月 ICE 在明尼苏达州执行地铁激增行动，导致2名美国公民在枪击中丧生。1月23日，明尼苏达爆发了10万人的总罢工，700多家企业关门。紧接着1月30日，美国司法部在国会压力下被迫释放了将近300万份关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档案，彻底撕开了美国两党精英、金融寡头和学术界利益输送与权色交易的遮羞布。面对国内极度高压的政治摩擦，2026年2月28日，美国联合以色列发起了代号为史诗级狂怒的军事行动，直接对伊朗的军事设施和政府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在空袭中清除了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这套内病外治的组合拳打下来，账单直接砸在了美国纳税人的脸上。开战仅仅前6天，美国就烧掉了近130亿美元的军费，一枚用于拦截的萨德导弹成本就高达1250万美元啊！作为连锁反应，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加州洛杉矶的油价逼近每加仑6美元，单月上涨超过 1.26 美元。这里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你每天上下班的通勤成本翻倍，而你的实际工资啊，尤其是扣除通胀之后，在40年里原地踏步的时候，你会在乎华盛顿的政客用什么地缘政治的术语来包装这场战争吗？这就是美国当前社会的基本盘，底层的生存底线被击穿了，而高层的资源消耗在无休止的海外干预和内部镇压上。既然事实已经摆在台面上，我们来建立一个事件模型啊，在这场危机中，谁是在损失的，谁又是获利的，是谁在透支信用的？首先，损失方是美国的底层和中产阶级。我们要看透这场反战游行的本质，它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浪漫吟唱，而是一场赤裸裸的反寡头阶级战争。根据最新的数据啊，美国底层 10% 的人口目前仅占国民收入的 1.8%， 这个数据与发展中国家玻利维亚持平。而美国前 10% 的富人呢，其收入增长速度是底层的2倍以上。美国的经济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财富向上虹吸机制啊。那么获利方究竟是谁呢？是军工复合体和金融寡头。在这个模型中，我们需要引入一个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寻租。美国进步中心的研究指出，美国政治体系中游说和政治现金本质上是合法的公共寻租。寡头们不需要通过创造具有同等社会价值的商品来获取利润，他们呢，
只需要投资政客。特朗普政府减税法案、关税政策以及当前的战争就是这种投资的回报。预算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当前的关税和法案将导致除最富有的 20% 的家庭外，所有美国家庭收入缩水，底层 10% 的家庭将面临 7% 的收入削减。而战争是最高效的财富转移机器。当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购买1250万美元一枚的拦截弹去中东打仗时，这1250万美元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普通美国人的口袋转移到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股东的账单里。爱泼斯坦300万份绝密档案为什么让民众如此愤怒？因为这些档案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统治美国的不是民主程序，而是一个通过相互掌握黑料、互相输送利益来维持内部凝聚力的跨党派寡头集团。最后，透支信用的是谁呢？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治理合法性。面对1月明尼苏达的危机，联邦政府的本能反应是动用武装力量进行镇压。面对爱泼斯坦案的追责，司法部的反应是拖延和删减。面对国内通胀，白宫的反应是发动一场战争来转移视线。这种用制造新危机来掩盖旧危机的操作，正在疯狂透支国家机器的信用。50501运动等组织计划在2026年5月1日发起全国总罢工，提出不上班、不上学、不购物的口号。这说明民众已经看穿了选票政治的虚伪，试图用直接剥夺经济流动性的方式来与系统对抗。不过你真以为把特朗普换下去，换一个满口政治正确的建制派，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当一个系统的底层逻辑是金融资本主义与权力寻租时，表面的政党轮替不过是换了不同品牌的麻醉剂。当美国的治理系统在战争、通胀和阶级对立中死机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把视线拉高，看看真正能解决这种系统性死局的底层框架是什么。这个框架呢，就是中国正在执行的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美国的病根在于极端的财富两极分化和国内能力的空心化。美国曾经在1930年到1960年间，通过罗斯福新政、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农业人口转向城市，将贫困率从 78% 降到了 23%， 并让底层 50% 的人口分享了约 20% 的国民收入。但自1970年代金融化以后，美国放弃了实体产业，走向依靠美元霸权和金融资本收割全球的道路，代价就是国内中产阶级的萎缩和劳工阶层的赤贫化。对比之下呢，中国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相结合的道路。这里最显著的，首先是贫困消除与社会兜底。中国在2020年底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壮举，这不是靠市场自动滴漏完成的，而是国家机器动用超过8000亿美元的资金，实施了极其精确的精准扶贫。中国设定的标准是2不愁3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相比之下呢，美国有超过400万人在每天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挣扎，底层民众因为没有医保而要面对天价账单，甚至在明尼苏达州抗议的时候还要面对 ICE 的枪口。一个利用国家能力保护最弱势群体，一个是利用国家机器维持寡头秩序，这就是治理效能的根本性差异。第二点呢，就是高质量发展和不平等调整终身收入。在即将实施的第15个5年规划中，中国将经济引擎彻底锚定在了高质量发展上。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呢？经济上的解释是放弃依靠堆砌劳动力和资本的粗放型增长，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集约型增长。从1990年到2019年，中国的人均 GDP 大幅度增长，但更重要的是预期寿命增加了近10年，达到了78岁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11年达到了44的峰值后，在2016年已经回落到了38。
底层 10% 的人口收入份额从2010年的 2% 上升到了2016年的 2.7%。通过强大的再分配能力，中国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正在用看得见的手强行纠正市场带来的贫富分化。还有一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心模型是3次分配。初次分配讲究效率，重劳动报酬；再分配讲公平，靠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第3次分配讲究社会责任，靠慈善和公益。为了防止大城市像美国那样形成资源黑洞和贫民窟并存的局面，中国正在构建高铁经济，用时速近300公里的高铁网络连接超大城市与周边区域，既实现了城市群的聚集效应，又控制了单一城市的无限膨胀，让财富和产业向内陆和低线城市让财富产业向内陆和低线城市辐射。反观美国呢，加州的高铁项目修了10几年，预算超支数倍，至今连一段完整的试运行路线都难以兑现。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每一寸土地拆迁，每一项工程发包，都充斥着利益集团的法务阻击和政治博弈。在面对危机时，这种体制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残酷。中国可以集中全国的资源，无论是面对汶川地震时的军队急速调动，还是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展现的网格化管理能力，底色都是以人为本。而美国的体制在遭遇危机时，由联邦与州分权扯皮，资本对公共资源的把控往往是以底层生命的消耗为代价来完成系统重启的。所以美国800万人上街，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换一个总统继续给军工集团签支票，也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党争中继续耗财，他们需要的是一套能够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把国家资源从战争机器中抽离出来，投入到全民医保、基础设施和公立教育中的治理系统，也就是中国正在实践的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但是各位觉得美国能做到吗？美国这个被资本游说集团、军工复合体深深绑架的寡头体制，有能力对自身进行一场彻底的外科手术吗？当权贵们面临要么交出 20% 的财富用于国内再分配，要么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来转移矛盾这个选择题时，你们猜他们会选哪个呢？把你的答案呢写在评论区，我们好好的聊聊。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是五人，感谢你的点赞、留言和关注，你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期再见。